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自从美国提出了28点和平计划的草案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事人乌克兰还有北约各国的首脑们都是肯定这个草案的基本框架，但需要修正的态度。反而是身处其外的众多网友，很多人义愤填膺、口诛笔伐，搞得好像是他们在俄乌前线打了3年仗似的。我觉得不管是谁给了什么计划草案，那都是一个草案而已。最终，俄乌战争战还是和，怎么个合法的决定权，还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手里。既然真正当事人愿意商讨，那么局外人何不静观其变呢？以美国新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草案为蓝本，正在日内瓦展开的紧急磋商有了大的进展。11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瑞士的会议厅里表示说，日内瓦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他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富有成效的一天。而协商的另一边呢，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叫伊尔马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与尊贵的美国代表团举行了首次极具成效的会晤，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正朝着公正且持久的和平迈进。有意思的是今天一早，川普也发文对双方谈判代表的说法表示了疑问。川普用了3个问号，说俄乌和平谈判真的取得了重大进展吗？3个问号，眼见为凭，但好事或许正在发生。The report today is that I think today was worthwhile. It was very, very.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ductive day we have had on this issue. Maybe in the entirety of our engagement, but certainly in a very long time. But work remains, and because this continues to be a working process,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declare victory or finality here. There's still some work to be done, but we are much further ahead today at this time than we were when we began this morning, and where we were a week ago for certain. 在卢比奥和记者的谈话中我发现2个有意思的点。首先，这个28点和平计划草案并不是前2天突然丢出来的，而是差不多3周之前就开始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分享，并且征求意见。框架呢是把双方各自的要求都放入其后形成的草案。而卢比奥试图告诉外界如果要2个正在打仗的国家能坐下来在一个草案框架里讨论和平，那么这个草案就不能只满足一方的期望。一旦双方都同意就这个草案来谈之后呢，就会出现草案的内容的增删演变。而当记者问是否讨论了欧洲其他国家提出的和平计划的时候，卢比奥很干脆地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其他备用的方案。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俄乌双方打了快4年了，后期也就是双方死伤超过100万，经济损失万亿美元，俄乌2国的经济都各自倒退10几年之后，双方都开始有了停战的意愿。而除了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和平计划，没有另外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提出来的提案被俄乌双方说好，我们愿意坐下来谈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因为其他的方案都是对某一方非常政治正确的提案，支持这一方的人倒是爽了，但对俄乌停战不起任何积极作用。美国这次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草案，对支持乌克兰的群体来说呢，确实政治不正确，而且其中有些内容属于非常不政治正确。我也认为和平不应该以乌克兰失去自己的领土和国家自主权利为代价，但它确实是现在
唯一的可以让双方坐下来就这个草案来谈判的框架。其实支持乌克兰的观众啊，也不必太担心，因为乌克兰一方的谈判红线其实已经画出来了。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他的国家议会的议长，已经出来表态了，画出了4点红线。首先是任何限制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的条款均不可接受。另外是乌克兰加入联盟的权利不得受限。再一个，乌克兰绝不承认领土丧失的事实。最后，乌克兰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权利必须纳入未来的安全保障框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28点和平计划中已经把这些条款加进去了？别忘了，协商还在继续呢。也别忘了，既然是谈判，就希望双方各自都有妥协，否则就不叫和平谈判了。那你接着打就是了。也许有观众会问啊，说你别老两头抹油啊，你自己怎么看呢？我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啊，希望大家都讲究点逻辑。首先是双方都觉得需要谈判的时候，才会有这个谈判。如果普京觉得可以很快灭了乌克兰，或者是泽连斯基觉得很快可以收复被侵占的所有土地，甚至打到莫斯科去，谁还会想着要谈判啊？既然想谈，就是因为什么？各自都有难言之隐、后顾之忧，有不愿意再打下去的因素，才会来谈和平和停战。好，如果现在双方都想谈判，以我对泽连斯基和普京以及俄乌战争进程的了解，我觉得能让双方都接受的底线，注意，不是各自的所谓红线啊，而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条底线，可能是什么？在现有的战线就地先停火，双方先不谈领土的归属问题，也就是把领土归属问题留给未来再解决，然后在停火线附近一定的范围内设置非军事区，由第三方多国军队联合驻扎，防止双方再有接触开战的可能。至于其他的，现在谈没意义。你们不觉得一旦停战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内都会发生大的变化吗？不管是政治局势还是经济面貌，一旦有变化了，很多现在没有交集，也就是说无法谈妥的内容，到时候可能就有新的契机。另据报道，川普团队正在考虑本周再次邀请泽连斯基来美访问，以促成俄乌和平协议能尽快的达成。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选宝黑参。选宝黑参有2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2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选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1根选宝黑参的原根。和每次俄乌双方要谈判时候的景象一样啊，双方一边在谈和平，而战场上攻击反而会更凶猛，是为了自己的一方增加更多的谈判的筹码。不但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东部战线的攻击力度，乌克兰也在战线的后方是出奇制胜。昨天，乌克兰无人机群直扑莫斯科州的叫沙图拉发电厂，这个地方是在列宁的时代呢就开始建设的俄罗斯最老牌的发电厂，
1500兆瓦的容量。而最令俄罗斯人惊惧的是什么？这个发电厂距离莫斯科市只有120公里。看来啊，乌克兰这次又是采用无人机群的攻击战术，因为俄罗斯国防部号称击落了75架无人机，但拍到的视频可以看到，发电厂的变压器被炸成火球，火柱啊是高达几十米，黑烟冲天啊，成千上万的附近居民断电断暖。Тихо, тихо. Вон летит он впереди. Хера себе. А там что, подожди. 最新消息，由于资金紧张，俄罗斯某些地区，比如萨哈共和国，开始暂停向军人支付某些军饷，因为俄罗斯今年各地区赤字激增，超过7个地区已经将入伍的奖金从200-300万卢布大幅地削减到了几十万。俄罗斯联邦政府最近开始出售黄金储备来支付战争的继续，而战争开支正在全方位地挤掉其他各类的经济支出。而前一阶段俄军投入优势兵力的那个红军城战役，到今天始终没有达成完全占领红军城的战略突破。据媒体透露，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东部的少数族裔的士兵被送往了俄乌前线，而俄罗斯士兵在前线的平均的存活时间只有2个星期。这个周末啊，本来就已经炸锅的中日因台湾问题引发的争端，因为日本的一个惊人举动，更加是火上浇油。11月23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飞到与那国岛，站在日本最西南端的一个小岛上，对着记者宣布，将在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紧急部署中程的地对空导弹。那么与那国岛在哪里呢？来看一下这个图，就在这里，这个点，这里是日本东京，台湾在这里。它是日本琉球群岛的终点，面积才7平方公里，人口2000出头，但战略位置太重要了，是属于日本离台湾最近的领土，更是东海和台湾海峡的战略要冲。其实啊，2016年日本就在与那国岛上建了雷达站和陆上的自卫队基地，监视中共海军的动静。这次小泉进次郎正式确认部署的导弹呢，是日本的自制防空导弹。这种导弹的名字叫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射程呢是50公里，能拦截中共的战机和巡航导弹。不是仅这一个岛啊，而是整个西南链上的升级，像石垣岛、宫古岛、安市大岛全都配上类似的系统。而03式导弹通常呢会和日本的短程叫81式地对空导弹，还有美制的远程爱国者导弹互相搭配，形成一个短、中、远3段式的防空网。日本03式地对空导弹由日本30重工自2003年起设计，导弹包括73公斤的高爆弹头，全套系统放置在越野卡车上，包括指挥中心、雷达、发射器和运输车。每个单元配备6枚导弹，飞行速度达2.5马赫。
这套系统可以同时追踪多达100个目标，并同时攻击12个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了战斗机、直升机和巡航导弹。小泉进次郎在岛上巡视的时候表示说这次导弹的紧急部署呢，是要降低日本遭受武装袭击的可能性。如今日本面临着2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为了保护包括与那国岛上所有居民在内的日本人的和平生活，我们必须加强自卫队的能力。其实，在外界看来啊，这次中程导弹的部署是日本军事部署里程碑式的转变，标志着日本从被动侦测向主动防御转型。有日本政治家就直接表示说这是高市早苗应对中共发起反日浪潮的最强烈的反应，而且是打在了中共的七寸上。其实对中共来说啊，本来只是重复了那种掀起反日情绪的旧剧本而已，玩了很多次了都没出现问题，但这一次却碰在了钉子上，因为对手换成了立场强硬的高市早苗，他提出的那个叫做存立危机事态论，认为什么呢？台海的动荡已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家的生存环境，此论点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法律与政治上的生存依据。而中共的这种跳脚反应，等于是走了一步臭棋，正好为高市的理论做了最好的背书。因此，在高市早苗表示要抵抗中共、力挺台湾之后，读卖新闻做了第5份民调，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已经高达72%，而不支持度呢，从18%降到了17%，有56%的日本民众支持对中共强硬。另外的4份不同媒体的最新民调啊，高市早苗的支持度都是向上的趋势。台湾媒体啊发表文章，高市早苗开启新局，日本在台海战事的4大可能剧本，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重新定位自身在台海战争中的角色。如果台海陷入冲突，日本的军事参与恐怕不再只是单一的一个选项了，而会依据安保法治形成4大剧本。其一就是避战守势，说白了就是能退让则退让，能避开就避开，最多是美军提供有限的情报共享，这恐怕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2呢是后方支援的剧本，也就是只做美军的后勤中枢，但不直接参与开火。第3个剧本，有限参与，是日本自卫队会防卫西南诸岛，等于是间接介入了台海战争。最后呢，就是直接的全面参战，美日共同在第1岛链与中共军队作战，而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算是什么？跳过了前边的2个剧本，是一步就跨进了第3局部反击和最后的全面参战的这2个剧本。而如今在强烈的日本民意的支持下，中共如果持续玩他的战狼式反日癫痫的发作，只会把日本直接推向最后的剧本。这边日本刚刚在台湾边上部署了导弹，习近平和川普就打上电话了。今天美国的上午，中国的晚上，美中首脑打了一通电话。据透露呢，这次电话呀是中方先发起通话邀约的，之后川普就发了一个贴文，表示说和习近平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俄乌局势、芬太尼问题、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等等，专门提到了为美国农民达成了一项重要且极具意义的协议，未来情况只会更上层楼。
看来是找着机会再次催中共国买美国的大豆。这个川普也真是的，人家那边琢磨的都是怎么拿到好器官和年轻血液，活到150岁，而你这里总是吭哧吭哧的帮农民推销大豆，这高下立见啊！对了，习近平有没有让你劝高市早苗别安置导弹啊？别急啊，反正已经说好了，你明年4月份访问中国，到时候可以看看芬太尼和大豆，一个是断没断，一个是买够没买够再说。而这通电话现实意义在于他们通话之后，美国股市倒是都涨了，算是为感恩节前的美国人填了一份买火鸡的红包。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需要您的持续支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